喂，怎么样？中了，太好了，中了。新城投了多少？8亿，才8亿。新城，听说了吗？啊，明州集团赢了。哦，可出价足高出新城集团1倍啊！知道了，小袁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了。夏明洲就难做了。夏明洲本来就因为摊子铺的太大，四处出击，集团内部很有意见，啊，已经怨声载道了。这次竞标的事儿一出，他们内部已经出现弹劾他的声音。心疼老婆了吧？哎呀，其实我心情也很矛盾。一方面呢，我希望，别干了，好好休息吧。一方面呢，我又不希望他像你一样，被人扫地出门。去！哎呀，也不是这么说的啊。以夏明洲做事的风格和他的个性，成也是他，败也是他，结论是早就注定的。格调科技虽然连年亏损，但是他们还是掌握2项很重要的核心技术。所以呢，综合考虑，我们这项收购还是划算的。我想，今后我们集团要关注的重点在于，怎么样把格调科技的技术跟我们集团的产品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嫁接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们刚刚收到报告，格调科技那2项技术的发明者已经提出了仲裁，要求这2项技术的所有权，正在跟格调公司打官司。所以这2项技术能不能使用还是未知数。公司在做出决定收购以前，没有对格调情况做出全面的调查，是有关人员的失职，应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。据我所知啊，有关人员在调查中已经知晓这件情况，也已经提醒夏总考虑，但是夏总呢，根本就听不进任何的意见，坚持以高出市场价收购格调科技，给咱们集团造成了重大的损失。还有啊，最近集团4面出击，放弃了自身的优势产品，贸然突进那些自己根本不熟悉的领域。2季度，集团已经全面亏损。这种情况要是再不改变，恐怕明州集团会步新城集团的后尘了吧？还有啊，顾明的问题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离职就能翻篇过去的。显而易见，顾明这个人，无论是从人还是才还是学，都无法胜任集团的领导岗位。只不过，有的人任人唯亲，对他进行了越级的提拔。直到顾明辞职的时候，审计才发现，他对集团造成了重大的损失。什么意思？冲我来的是吧？怎么都不说话了？说呀，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夏总，您曾经对集团做出过重大的贡献，但是现在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，认知力和判断力都出现了问题，您该退休了。你说什么？退休？我们可以给您新城集团陈新城一样的待遇，您退休成为荣誉董事，有权列席董事会，同时优惠计算您的股权激励金。我不退休。恐怕这个事情你说了不算了。明州集团啊，不是您一个人的，您只不过是董事会7名成员之一。所以啊，我建议大家表决，同意夏总退休的举手。金秘书，您要上厕所吗？人除了上厕所，总还得有点其他的事儿吧？公司最近怎么样了？听说挺正常的，董事会一直在开会，
还请了律师，准备和格调那2个项目的发明人打官司，都挺好的。我不在公司，他们都挺好。夏总，您就安心养病吧，这个地球离开谁都能转呀。小琴，快点来。爸。啊？哎呦，你这孩子紧张什么呀？她是你妈，现在老了病了，是最需要亲人关心的时候。走吧。来，小晴。哎，孙先生，您来了啊。小晴听说你病了，立马就赶来了。小晴，妈，哎，给我吧。你还在养老院呢？不是养老院，是养老社区。那不是一回事吗？金秘书啊，你看我这闺女，才20多岁，她就进了养老院了。那不会吧？要说进养老院，也得你妈进呀，轮不到你呀。妈，你要是没什么事情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那你先走吧。那明州他那事儿很多，那你先去忙。孙先生，您先聊。哎呦，谢谢您，好好。哎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吧？你看，你们公司还派金秘书来陪你，啊，其实我觉得没必要，还是家里人照顾你更方便、更好些，是吧？哎，对了，明州，那个外边阳光特别好，要不要我陪你出去走走，啊，晒晒太阳？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你怀着小晴的时候，我经常陪你在阳光下散步啊。人家说这样补钙，对身体有好处。而且咱们还在阳光下对唐诗，你忘了吗？啊，都是关于阳光的诗。我一提这个提议，你立马就说出来了。你说东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然后我接的是另外一首，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你立马又接着说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哎呀，一首接一首的都是关于太阳的唐诗。凭什么呀？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呀？没有我，哪有明州集团的今天？我不过是做错了一个小小的投资决策，他们就把我扫地出门了。想当年，明州集团濒临倒闭，是我这样一个弱女子，我承包了集团的销售部。我用3个月的时间把全国都跑了一个遍。知道的人说我跑细了腿儿，不知道的，我在后边我吃了多少苦，我受了多少委屈，我流了多少眼泪，我才把明州集团拉出了泥潭。可现在，他们居然，好了，明州，这事儿啊，咱得想开点儿，啊，这世间的事就是天道轮回，这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是吧？人有上台的那天，他总得有下台的那一天，是不是？哪有上了台就不下台这个道理呀？你上过台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
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？要不是你一辈子没出息、荒唐、靠不住，我至于我生生的把自己逼成一个男人吗？我至于我到现在，我还被他们那么欺负吗？现在你来充好人了。怎么了？要走？没话说了是吧？你一辈子你都这样，一遇到事你就躲，你就跑，你走吧。你走了你就别回来，等我好了就去跟你办离婚。好，你想好了，我没意见，我会去等你最后的决定。你放心，你的财产我1分钱都不要。哎，啊，孙先生，金秘书，明州就拜托你了。他这个人要强，其实人特别好。以后就请您多多照顾了。您真要走啊？他现在就只有您跟孩子2个亲人了，您走了他怎么办呢？我到他身边没多长时间，我觉得他挺可怜的。家里房子是挺大的，可全是灰尘。他是吃在办公室，住在办公室。早晨就1杯牛奶，中午晚上就2个盒饭。还有您知道他那腰疼得坐不住，在办公室里只能来回走，还天天在那儿发号施令的，可根本没几个人听他的。大家表面上尊敬他，可背地里都盼着他早点退休呢。到这回，他突然一下晕倒了。您是他的老伴儿，老伴儿，这时候您再不陪陪他，那他怎么办呢？谢谢你。你又回来干嘛？是不是说离婚不拿钱后悔了，回来跟我要钱的？明州，我知道你烦我，但是该说的话，我还是想跟你说说。你看，你们公司已经做出了让你退休的决定，那这是改变不了的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是吧？再说了，这世界上哪有长生不老的人呢？当然，你现在还不老，还能干一番事业，那就换一个地方干嘛。我们那个养老社区就特别好，我觉得你要过去的话，挺合适的，因为我们在那儿有投资啊。你给我那500万，我全都投进去了。你们那也能叫事业？哎呀，怎么不叫啊？现在已经30多老人都在那儿住着，红红火火的，经常来活动的就有100多人呢。你想那个老人来了，那节假日孩子们也都会来啊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是吧？往后就是游乐场啊，活动中心呐，食堂啊，医院呐，那个地方很快就会建成一个高档的小区啊。对，高档小区，人们都非常自在的生活在其间，
每一个老年人都快乐、有尊严的活着。对，那个地方很快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 CBD 呀。还 CBD？ 有在养老院旁边建 CBD 的吗？把人大牙都笑掉了。就是 CBD， 这完全有可能的。这不就是当初你要的一种目标吗？这不就是你的初心吗？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就为了能给大家造福，让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能舒适的、快乐的、有尊严的活着。对，就是这样想的。你说什么？明州，你要是想好了的话，我就过来接你。我走了。瞧瞧咱们这小院，哎，这边还要加一些健身的设备啊。对，已经都进购了都，还能跳舞呢。对，广场舞。对。哎，县城，哎，集团来视察我们养老中心了，欢迎欢迎，袁总。几个月没见呢，没想到你们把这儿办得这么好。依我看呢，这儿新一社区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企业的又一个产业板块。好啊。哎呦，那不会因为咱们干好了再给他们收回去吧？你放心吧，他敢算计我们，让他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3位老同志在养老社区的开发上劳苦功高，感谢大家。我回去就向集团提出给你们表彰，授予你们荣誉在职职工的称号。这荣誉在职职工的称号算个什么称号？这还不明白吗？那意思就是你们3个都已经退休了啊，再不是集团的在职职工了，就是荣誉的。以后呢也不需要你们干什么实事了。这么个意思啊？小袁，你在我们这儿别绕圈子啊，有什么就直说。陈总，前些日子我一直忙着先例的收购工作，所以就没顾得上这边的事情。可是集团这么大的一块地，怎么能让3个退休的职工打理呢？这样吧，今天呢，就由集团接手。您3位呢，还是社区的居民，也可以是社区业主委员会的负责人，但是社区的运营要交还给集团。这2位，您3位都认识吧？陈科长、宋科长，他们在社区成立领导小组。对，小月，鉴于小月之前参加了社区的开发工作，也是集团的成员，她也要参加到我们领导小组当中来。凭什么呀？这是？那这没我们什么事儿了。可这就是我们把这事儿干差不多了，你们下山来摘桃子来了。孙师傅，人总是要老的，对吧？我们社区下一步的开发涉及到招商引资、开发房地产，还有各路的人马去谈判签合同。你们想想，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交给你们3个人，集团他能放心吗？他怎么就不放心呢？咱们这老厂区荒废了多少年了，没见过哪个人不放心呢？我们给他石头出来了，开发出来了，你们现在又不放心了。肖师傅，您是老员工了，这个道理还不懂？那公家的东西朽了烂了没关系，但你要把它拿家去，
你就是贪污盗窃了。嘿，我们这个地方丢着，没有人想到它，现在开发出来了，值钱了，那集团当然得管呢。明白了，您的意思就是，我们3个人就不该在这搞什么开发呀、建设呀、投资啊，继续让它这么修着、烂着，这才对，是吧？孙师傅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。要是没有你们3个人的开发，养老社区不会是集团重要的资产板块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说，接下来集团要对这儿加强领导。对，加强领导。小陈小宋，以后你们俩就归我领导啊。还有我，但我不要告密者啊。陈总，您要是这样的话，就是为难集团了。好了，先别急啊，都先别急。袁总啊，我能问一下子，下一步集团都有哪些打算规划啊？让我们这些要走的人也多少了解一点，可以吧？好啊，我们呢已经跟这个市政规划联系过了，之后想要把这儿打造成城市的另一个商圈。我们集团呢要在这儿投资高档写字楼，还有商业地产，然后再附加一个高档的小区。那养老社区呢？集团会在郊区另找一块地方，让这些老人们迁过去。小袁，我当董事长的时候，这块地批下来可是按照养老社区的性质批的呀。你要擅自改变用地的性质，那别怪我向上级反映你啊。陈总，您要为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做考虑啊。我不同意。你算是什么？袁总说的意思，我算什么？是吧？是，我不是个党员，也不是领导，我算什么呀？可我算是个老年人吧。我算是我们这3个开拓者之一吧。您刚才说什么利益最大化？哎呀，这我跟您的理解有点偏差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利益最大化，首先是要从人的角度考虑，让人在他每一个人生阶段都能活得像个人，活得体面，活得有尊严。那作为新城集团那就得让他的每一个员工老了都活得有尊严，很快乐，甚至很幸福。我觉得这才是利益最大化的体验，这才是一个企业应该有的价值观。所以，这块地产必须继续作为养老地产来开发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将抗争到底。那个，我来说2句吧。我承认，我来之前，袁总找我谈过话，让我把这边的情况及时汇报给他。毕竟这么大个地方交给3个老人家，集团不放心，我想这点大家还是可以理解的哈。袁总，我来了以后，每天看着3个老家伙忙忙碌碌的，从一开始的相互争斗、相互争吵，到后来的团结一致；从一开始各自打着各自的小算盘，到后来为了社区的发展群策群力。我一开始我也不明白他们到底为了啥，可是后来我慢慢的懂了，就跟孙师傅刚才说的一样，他们就想好好的活着，无论到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活得有价值，活得有尊严，所以他们才创办了这个养老社区。袁总，说真的，没有谁
比他们更合适主导这个社区发展了。你这样，你就把这个事儿交给他们吧，交给他们干，干到他们干不动的那一天。集团董事会再商量一下，等下一步决策出来之前，暂时由你们3位负责这项工作。但是，如果有什么大事情的话，及时向集团汇报。行了。你是我们安插到他那儿的人了。集团呀，派了2个保洁工，把您家里彻底打扫了一下，被褥啊也都全换成新的了。一会儿呢，公司的车就先送您回家。夏总啊，您回家以后呢，先好好休养几天，等身体恢复了，再回公司办正式的退休手续。谢谢集团对我的照顾。哦，对了，集团下午还有个会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您就不要在我这个老太婆这儿耽误时间了，您忙去吧。来，哎呦，夏总，您干什么？这唱的哪出啊？哎呦，好，这精气神儿真不错，这看来是好了。夏总，那咱们走吧。别，明州，你既然出院了，就搬到我们那儿去住吧。小晴呢，现在也在养老社区工作了。你过去呢，咱们一家3口就算团聚了啊。当然，你要是想自个儿住的话，也可以，你自己住一套，自己开火，随你选。你是说现在就让我去住养老院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是养老院，是养老社区，其实就是很多上了岁数人，大家住在一个小区里，但是自己还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有自己的房子。金秘书，送我回家。妈，要不然您就跟我们去吧，在那儿您想干嘛就干嘛，还能天天看见我跟我爸，是不是挺好的？我就是不想看见你爸。走。孙先生，那金秘书就拜托你送他回家吧。行，走了。夏总来了。夏总，您看还用我为你做点什么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要不我扶您到床上休息会儿？我还没有老到卧床不起嘛。夏总，那我就走了。哦，对了，田总让我回办公室报到，以后我可能不能专门为你一个人服务了。好，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麻烦你了。您多保重。建成啊，这集团一重视啊，这开发商的钱估计就涌进来了。我跟集团里也上报了这事儿啊，就是想成立一个招商小组，负责对开发商的初步筛选，当然决定得人家集团说了算啊。这个招商小组呢，由我跟常庆负责，你在中间可以做事。我行吗同意。我不同意。
得我负责，我来审查开发商的资格。瞧见没有？瞧见没有？他要的就是这个。哼，那怎么了？你们俩可是1分钱没投啊！我前期投了500万呐。谁出钱谁说了算，所以这个事儿必须得我负责。行，别老拿你的500万说事儿呀！这么大一产业呢，这500万算个什么呀？你要说是谁投了钱，谁就说了算，那得集团负责。哎，好啊，我同意呀！啊，反正你们俩1个钱没投，那里边有我的股份呐。你们甘愿把这事儿交给人集团，我没意见的。我有股份，我怕什么呀？我是由集团派来的，啊，人家有股份，你什么身份呀？我这主任是集团正式任命的呀！哎呀，行了啊，那咱们仨人就集体领导。这呢是2座32层的高层，有6种户型，最大的呢有300平，最小的呢也有120平。这底下呀有2层车库，周边啊都是绿地。你考虑将来的均价是多少？哎呀，恐怕不行，你这个户型太大了。这位先生，这您就不懂了吧？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，大户型将会慢慢成为市场的主流户型，特别是咱们这一代，我们看好这一代的发展的前景。这儿将会成为商业精英人士的聚集地。所以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们不考虑啊。你听他仔细说说，仔细说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是请下一位吧。啊，那行，那就下一位。考虑到这块地的优惠，那么将来这个利润空间也是非常大的。那这个利润呢，我愿意与贵公司一起来分割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考虑啊，还是有请下一位吧。有请下一位。谢谢您了，您受累。你说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到底怎么着啊？他就是想利用他手里那500万，把整个社区都把控在他的手里。他们不合格。哎呦，人家怎么不合格了？我看人家个个都是真心真意的。你是怕人家占你的便宜是吧？哎，你当初要不是看这里边有利可图，你能拿着从夏明洲那儿讹来的钱往这里砸？说的也是，老话怎么说的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对吧？你要不让人家钱投进来，你这钱他不是也赚不着钱吗？他们就不是为了办养老社区而来的。不是，你们也不想一想，啊，按他们的设计，那都是多大面积的呀？啊，300多平，200多平，最少也是100多平啊！咱们这些老人能有那个经济实力吗？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吗？而且养老社区光住人吗？还有其他的功能呢？活动中心哪儿去了？食堂哪儿去了？啊，还有医院呢？没有啊。养老用地的优惠是倾斜给老人们的，不是用来给开发商赚钱的。全让袁英时那个利益最大化给闹的，光顾着挣钱了，忘了初心了。新成啊，这回这觉悟可不如人家钱成啊。钱成，你写过申请书吗？我想介绍你入党。你这有多少户型是给老人的？陈总，所谓这个养老户型啊，就是那么个意思。这不一共30层吗？1层是底商，2层、3层是给老人住，其他层就都是商品房了。请下一位。这医院在哪儿啊？活动中心在哪儿啊？这地方太小，老人没地方跳广场舞去啊。你们还真打算让老人住啊？除了老人，
就没有办法吸引高端高净值人群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还是找地方去吸引有钱人吧。下一位。人家盯上的是养老用地的优惠。说实话，他们从心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开发养老地产。那咱就干脆不让他们来，不就完了吗？你不让人来就没钱呢。没钱咱可也维持不下去。不是，我就问你们俩，你相信这一点不？养老是朝阳产业。当然是了，2亿多人的市场，能不是朝阳产业吗？嗯，你呢？我认为是啊，那就行了，那就不管现在赚不赚钱，咱们就接着干下去。笑什么？先生，我觉得你变了，还真是。你最近变得我有点认不出你来了。真的，你心里有老人了，真的，而且还不爱钱了。别捧他啊！你要说他不爱钱，这我可不信。但是你究竟怎么想的？就一句话，我就想干成一件事儿，就这么简单。行，哎，为他这句话，得喝一个，得喝一个，来干成这件事儿。对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集团给你们介绍过来这么多的开发商，你们居然一个都没看中？他们都不符合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他们挂着羊头卖狗肉，打着养老地产的幌子，惦记的是高档社区，就想拿出中间一小块来安置老人。那这我们不能同意啊！哎，这是养老用地，必须要做真正的养老地产。陈总，您这人退休了，这脑子也跟着掉弦儿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以后是城市的中心。难道我们在城市的中心开发养老地产吗？我没看出来为什么不可以。这是集团的地，所以我们要让它价值最大化。如果说开发高档社区能让它价值最大化，那我们就得开发高档社区。至于养老，我们可以留出一部分来吗？这不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物尽其用才是价值最大化。这块地本来就是养老用地，只有开发养老的地产，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。至于其他的，全都是偷梁换柱。袁总，住在这儿的人确实都老了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，老了，你这一个利益最大化把他们全抛弃了。哎，如果所有的老人都应该被抛弃，那人们努力活着一生的价值在哪儿呢？谁不会变老啊？您不会吧？我现在是新城集团的当家人，我为今天负责，今天我说了算。如果你们不能尽快的找到合适的开发商，那只好由集团来给你们指定。可以，如果开发商伤害了老人们的利益，袁总哎，你就先想着把这100多个老人都轰出去。你们自从运营开始一直负债，现在集团对每一块业务都有绩效考核。陈总，麻烦您有时间回集团一趟，我们签订一个3年之内扭亏为盈的目标责任书。
3年扭亏为盈，可能吗？可能。重要的是咱们得扩大经营规模。现在人太少，光有咱们集团的这些退休的老人可不行，扩招，全社会只要符合条件的老人，我们都可以接收，这样我们就摊低成本了吗？是，咱们现在确实收费太低了。适当的时候啊，咱们应该向老人们公布所有的成本，让所有的老人们都了解，然后咱们适当的提高租金。那我们还是没钱呢，我们得等着钱进来呀。那就，哎，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别惦记着我那点钱啊，我还得留给我儿子呢。我哪知道这辈子他还得赔多少回啊？去。啊，行，我也投500万。时光，能否请你慢一点，慢到足够通过往告别。时光，能否请你快一点，快到忧愁烦恼都忘却。打包所有疲倦，蒙着眼还向前，柴米油盐偶尔冒险找一个梦去实现。我们一年一年一年围着幸福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酸甜苦辣尝遍，遗憾没有最有钱。这一生人海来去，沿着圆的轨迹，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。春夏秋冬，岁月漫长，东南西北，人海闯荡，太阳照常升起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总有人一路同行。一年一年一年围着幸福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酸甜苦辣尝遍，遗憾没有最有钱。这一生人海来去，沿着圆的轨迹，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。一天一天一天哭过笑过绕了个圈，绕了个圈，悲欢离合走遍，没有解不开的结。这一生团圆分离，回望每段情离，请每个努力生